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过年休假，老婆非拉着我参加同学聚会。等我们到酒店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差不多到齐了。他们看起来混得都不错，不是奔驰就是宝马，只有我开的是辆国产汽车。隔着大老远，我就听见有人大声议论，真是搞不懂。蒋依依当初好歹也是咱们班的班花，怎么最后嫁给沈仲这个废物了？老婆听到有人羞辱我，非但没有反驳，反而热情地拉着同学们拍照合影，甚至还故意把我晾在一旁。酒足饭饱过后，当初的校霸牵着我老婆的手，缓缓走到我跟前。沈仲，我看上你老婆了，你开个价吧。我扯了扯领口，嘴角不知觉微微上扬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跟我离婚可是要坐牢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要不是我老婆三番五次劝我回来，我根本没时间参加同学聚会。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才硬着头皮跟领导请了假。可我没想到，在餐桌上，曾经的同学竟然当众抢我老婆。最令我心寒的是，我老婆她居然答应了。沈仲啊沈仲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不没见，你吹牛逼的本事见长啊！给你钱是念在你替我照顾依依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想要弥补你，就你还想让我坐牢？你也不打听整个京都谁敢抓我？我正准备开口，蒋依依整个人直接扑在王阳怀里。沈仲，我劝你还是把钱收了吧，免得到时候弄得大家都难堪。我抬头看向十指紧扣的俩人，冷冷开口，看这架势，你们应该早就商量好了，对吧？我在单位的时候，蒋依依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，催我无论如何都要回来一趟。现在看来，他应该早就和王阳勾搭上了。他们应该是想趁着这次同学会当众逼我离婚。怪不得结婚这么多年，蒋依依从来不让我碰她，原来是她心里一直装的是别人。我话音刚落，蒋依依脸色立马就变了，她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。你放屁！我和杨哥这属于是情投意合，要不是你当初他被家里强行送出国留学，我才不会答应跟你结婚呢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当初他和王阳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全校都知道是王阳把他给甩了，怎么现在到了他嘴里就成了情投意合？我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这俩人怎么又搞到一起，但起码现在蒋依依还是我老婆，胸口这口闷气我是怎么也咽不下去。蒋依依，你这是属于婚内出轨，懂吗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他，他根本不敢和我对视。这时，王阳一把将他搂在怀里，摆出一副英雄救美的样子。什么出轨不出轨的？你不就是嫌钱少吗？你开个价吧，老子有的是钱。我像看小丑一样看着眼前这位满脸横肉的高中校霸。王阳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今天只要蒋依依跟我离了婚，最多不出半个小时，你和他都得进监狱。我话刚说完，蒋依依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。姓沈的，少在这里吓唬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让我们坐牢？跟你结婚这么久了，一年也见不到你几次，谁知道你在哪个工地打工呢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要不是看在你当年追过我的份上，你连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我什么时候去工地打工了？也是亏他想得出来，要不是因为身份特殊，我真想当场扇他几个巴掌。蒋依依的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，都听到了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什么样的实力娶什么样的老婆。像沈仲这种既没背景又没钱的穷逼，
老婆迟早要跟别人跑，就是，瞧他穿的那身衣服，怎么还好意思来参加同学聚会？实力这方面还得看咱们王哥，出手那叫一个阔绰，背景那叫一个雄厚。周围的人不停拍着王阳的马屁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话。似乎在他们眼中，我现在就是你说马戏团的小丑，供他们取乐。这样的同学，这样的聚会，不来也罢。我屏蔽了他们对我的嘲讽，准备起身离开。可还没等我站起来，一双大手按在我肩膀上，想走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王阳笑呵呵地看着我，眼神中轻蔑之意溢于言表。沈重，今天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拿钱离婚，要么我打到你离婚，2选1，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。听完王阳的话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确定要让我选？王阳此刻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。当然，你只要肯和你老婆离婚，我保证让你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强忍着怒火，缓缓开口：我可以跟蒋依依离婚，钱我也可以一分不要。但是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拉了个长音：你必须得先让我打个电话。因为离婚这件事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。王阳在听完我的话，顿时笑了起来：姓沈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？老子让你选是给你面子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我他妈不管你要给谁打电话，今天这个婚你必须给我离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听出了王阳话里威胁的意思，但我压根不在乎。甚至还觉得有点想笑。我刚才不说都说了吗？我同意和蒋依依离婚，但这件事必须上面的人同意，我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。王阳脸色大变，正准备动手，一旁的蒋依依他拦了下来：亲爱的，咱们大人有大量，不跟这种人计较。他要打电话就让他打呗。反正我的心早就在你这了，谁来劝都没用。蒋依依还以为我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，想要挽留他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我准备反驳，他又接着说道：沈重，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啊，不管你找谁来劝我，这婚我今天跟你离定了。我自认为和蒋依依结婚以来，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她的事。甚至每个月我还把自己每个月的津贴一分不差全打给了他。他不用上班，不用做家务，整天就逛逛街，打打麻将，除了1年只能见1次面之外，这样的婚后生活依旧不能让他满意。此时此刻，我心中对他仅存的一丝感情也消失殆尽。蒋依依，你别自恋了。我从来没说要劝你回头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恶心罢了。倒是你和王阳，希望打完这个电话之后，你们不要后悔。真要到那个时候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。我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本想着好言相劝，可有的人根本不领情。就比如坐在我旁边笑罢：王阳，姓沈的，你在我面前还装上了。谁他妈后悔谁是孙子？王阳还想继续往下说，我连忙摆了摆手：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领导的电话。喂，葛老，我是小沈啊。电话那头听到是我的声音，笑呵呵地开口：你小子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？葛老，我有个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。我把参加同学会，王阳和我老婆如何逼我离婚的事大概讲了一遍。刚说完，电话那头就传来摔杯子的声音：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逼你离婚？没等我开口，王阳把电话一把夺了过去。对面的人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跟沈重是什么关系，他老婆我要定了。
谁来也不好使。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，免得到时候连你也一块遭殃。阁老估计也没想到，居然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，愣了几秒才开口：“就是你逼着小沈离婚。”王阳此刻还不知道电话那头的身份，依旧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放眼整个京海，只要是我王阳看上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，区区一个女人而已。我想要就要，又有谁能把我怎么样？说完，他直接把手机摔在地上，甚至还踩了几脚。好家伙，我见过不少勇士，但我还真没见过像他这种不要命的。好了，现在电话你也打过了，该履行你的诺言了吧？王阳一只手搂着我老婆，另外一只手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材料我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，签字吧。看着桌面上的一叠文件，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想。蒋依依她早就出轨了，对于这种人，我自然不会给他留一丝情面。我毫不犹豫，直接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又递了回去。蒋依依见我如此决绝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：“沈重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抬头看着他，语气中不再带有一丝情感。怎么，你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想跟我离婚吗？现在我如你所愿，字也签了，手印也按了，你倒反过来怪起我来了。我劝你也赶紧签了吧，免得到时候你的王哥不要你了。蒋依依被我对的脸都绿了。好，签就签，说的好像谁稀罕你似的。话音刚落，蒋依依立马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自此，我长达5年的婚姻终于宣告结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看到蒋依依签下名字的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没有一丝后悔，反而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。字我签了，人现在也是你的了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等等，就在我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，王阳一脸坏笑地将我拦了下来。你和依依的事解决完了，现在该解决咱俩的事了。听到王阳的话，我不由把眼睛眯了起来，他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当初害我被学校开除，就是你小子打的小报告吧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也不会把我送到国外，依依也不会被迫嫁给你。姓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待了整整3年，这3年里，我每一天都在想，到底是哪个杂种举报了我？直到依依告诉了我真相，说到最后，王阳直接气得拍了桌子。沈重，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？哪怕王阳此刻的气势很唬人，我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意。你说的没错，当初的确是我举报的你，但我从来没觉得我哪里做错了。你不学无术，整天打架斗殴，甚至把人家腿都打断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只会见一次举报一次，绝不会心软。我话音刚落，王阳的表情立马开始变得狰狞起来。好好好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姓沈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依依把你叫回来吗？不是你以为的什么狗屁同学聚会，老子把你叫过来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报仇。话说到一半，王阳猛地打了个响指，包厢外瞬间涌进来10几名身材魁梧的黑衣人，他们看起来个个凶神恶煞，一看就是经过专业的训练。我一脸淡定地靠在座椅上，把玩着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。王阳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好了，今天你要是敢对我动手，后果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，哪怕你背后是整个王家，也依然不行。还没等王阳开口，周围的马屁精们顿时炸开了锅。你们刚刚都听到了吧？沈重居然说咱们王少都不敢得罪他，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
一个农民工竟然敢叫板京城王家，咱们王少是谁？京城数一数二的顶级富二代，捏死你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昔日的同学们在这一刻全都统一战线，用言语对我连番轰炸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拍着王阳的马屁。作为王阳的头号粉丝，蒋依依当然也不甘示弱。沈仲，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做什么？也不照照镜子，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？别说是王阳了，这里随便找一个人出来，都能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。我强忍着心中怒火，缓缓把结婚戒指取了下来。蒋依依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你再无任何关系。至于王阳，他今天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话音刚落，王阳嗤笑了一声，就凭你还敢说让我付出代价？姓沈的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在京都这个地界上，我王阳说一不二。你信不信，就算老子今天把你打死在这，也不会有警察来抓我。众人听完王阳的话，又是哄堂大笑。我看着眼前一张张曾经无比熟悉的脸庞，内心不免有些失望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同学情谊吗？读书的时候，我成绩在班里一直都是断层领先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觉得高人一等。不管是谁，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，我都会耐心解答。可如今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嘲讽与谩骂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做我的同学。王阳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怂了，把脸都快翘到了天上去了。小子，今天你要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磕头道歉，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，要么我让人把你的腿打断，你等会只能从这里爬着出去。我眼神逐渐凌冽起来。王阳，你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耐心，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吗？听完我的话，王阳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语气更加猖狂。小杂碎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老子身后的这些人，随便一个都能打得你满地找牙。装逼装上瘾了是吧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磕头道歉。王阳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都差点喷到我脸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包厢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，一个身着身材魁梧的男子出现在众人视野中。王阳见状，连忙理了理衣领，满脸谄媚迎了上去。君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听到王阳喊出男人的名号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。蒋依依更是小心翼翼躲在角落里，只有我坐在原位，手指轻敲着桌面。那名叫君少的男子眼神扫了周围一圈，嘴里缓缓吐出几个字：门口那辆红旗车是谁的？众人听到他的话，纷纷把目光投向我，特别是王阳，此刻恨不得给我两拳。沈仲，没听到刘少在问你话吗？你怎么还敢坐着？其他人见状，立马也站了起来，双手放在前面，乖得跟小学生似的。我慢慢喝了口酒，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。刘君儿，才1年不见，你都混成刘少了啊！王阳听到我直呼那人的姓名，立马急红了脸，指着我破口大骂。可他却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：我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农民工，又怎么会知道他口中君少的名字？没等我开口，那位君少一脸严肃地小跑到我跟前，然后就是一个标准的敬礼。沈哥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在给阁老？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抬手打断。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，张嘴就来是吧？回去把条令抄100遍。刘军丝毫不敢怠慢，像个犯错的小孩子一样猛猛点头。周围的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。怎么回事？
王少都要客客气气称他一声刘少的人物，竟然跟沈仲认识，看起来这两人关系好像还不一般。我怎么看君少刚才那副神态，似乎很怕沈仲的样子？不会吧？按道理来说，以沈仲的家庭背景，不可能接触到像刘少这类人啊！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王阳颤颤巍巍站了出来。那个刘少，您这次来是？刘军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笔挺地站在我身后。我刚好路过这里，看到门口停了辆车，就进来看看。好奇心迫使着王阳继续追问，不知道刘少看到的是哪辆车。我们班今天同学聚会停了很多，我的车也……没等王阳说完，刘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找的不是你，是那辆红旗的车主。他话音刚落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知道那辆车的车主是谁，但这一刻没有人敢站出来当那个出头鸟，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之前都或多或少地骂过我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逐渐开始变了，从一开始的不屑变成了现在的惊恐。就连王阳的额头上也冒起了冷汗。刘少，那不过是辆破国产车而已，难道有什么特别含义吗？你说什么？刘军当场震怒，我刚才没听清，你有本事再给我说一遍。你居然敢说那是辆破国产车？你知不知道那辆车它……刘军再一次被我强行打断。差不多行了，军儿，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这老毛病怎么还没改掉？一激动起来，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。你给我冷静一点，这些话是能在这说的吗？幸好我反应快，不然这小子又要犯错误了。刘军撇了撇嘴，语气有些不服气。沈哥，这能怪我吗？明明是这个人他在侮辱你，我要是不给他长点教训，他以后还会继续这么口无遮拦的。我微笑着朝他摆了摆手，那倒不必了，他马上就该进去了。进去？进哪儿去？王阳一脸懵逼地看着我。沈仲，你别以为你认识刘少就能高我一头，我王家在京都的实力那可是有目共睹的。听到他的话，就连一向严肃的刘军都笑得人仰马翻。我也懒得跟他继续耗下去，直接把手机递了出去。你大概还有15分钟，给你背后的那些人打电话吧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能跟你王阳扯上关系的人都叫一遍。我这个人很公平的，之前你给过我选择的机会，现在我也给你一个自救的机会。王阳脸色愈发苍白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沈仲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这通电话要是打出去，哪怕今天刘少在这，你就算不死，也至少得脱一层皮。我勾了唇，做了个请的指示。王阳也是头铁，直接当着我的面就开始拨号。喂，李哥，我是王阳，我这遇到点事，能过来帮忙处理一下吗？对，就在京都大饭店。第一个电话打完，王阳脸色缓和了一些，立马又拨通第二个电话。喂，我是王阳，来一趟京都酒店，帮我处理点事。放心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第二个电话打完，王阳已经做出了挑衅的手势。直到第三个电话接通，他彻底陷入疯狂。蔡叔，您居然就在附近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谁说不是呢？现在有的年轻人就是目中无人，早就没把你们这些前辈放在眼里了。你马上就过来是吧？好，我去门口接您。3个电话打完，王阳腰杆挺得笔直，又恢复了当初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，甚至有过之而不及。我抬手看了眼时间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不错，15分钟，3个电话，1分不差。不过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拉了个长音：
你的电话打完了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打了？说完，我直接拨回了之前打过的那个号码。电话刚响了几秒就接通了，葛老的语气很着急：“小沈，你怎么样了？没吃亏吧？”我看向对面无比嚣张的王阳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放心吧，葛老，我的可是您的得力干将，我能有什么事？”我刚说完，电话那头瞬间松了口气，可还没等葛老彻底放松，我又接着开口。只不过对方似乎并不打算放我走。葛老听完我的话，顿了几秒，语气有些沉闷：“沈重，马上报告你的位置。”我连忙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，站了起来。是。我打电话的这一幕正好被王阳看到，他一脸戏谑的开口：“喂，沈重，你在这玩上角色扮演了是吧？别人不清楚你的身份，难道你老婆还不清楚吗？依依她刚才都告诉我了，你父母都是普通员工，亲戚里面不是农民就是打工的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”听完他的话，我的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谁说我一定要靠别人了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酒店门口的豪车越聚越多，周围的人群纷纷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拍照，就连酒店的服务员都看花了眼。我的天，今天咱们这里是来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吗？居然来了这么多豪车！别说车了，这车里的人随便一个拎出来，在京都也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啊！今天晚上这个同学聚会可真不得了啊，惊动了这么多富豪。我自动屏蔽掉了这些言论。站在我身后的王军此刻也一言不发，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有人会倒霉了。一个个大人物从车上下来，直奔包厢而来。王阳点头哈腰地站在人群最后面，像极了哈士奇。其中一个叫蔡叔的中年人用余光瞥了我一眼，轻挑了下眉毛：“就是你得罪了王阳，还放话整个京都随便他找谁都没用，是吧？”他的语气中有不屑，也有诧异，但更多的还是挑衅。没错，就是我。那人想不到我居然还敢这么硬气，脸立马就黑了。好，年轻人，我算你有种。说着，他扫了我身后的王军一眼，轻哼一声：“你的底气应该来自于你身后这位吧，刘阁老的儿子刘军。我说的没错吧？”对方能一下就说出刘军的身份，我也有些吃惊，但也只仅限于吃惊的程度。他是什么身份跟我没关系，今天的事跟他没关系。我无所谓的态度很快就引起了那群富二代的不满，他们心里肯定在想一个小毛头而已，凭什么比他们还能装逼？一个个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想冲上来打我一顿。可我这个人吧，没事就喜欢逗像他们这种富二代玩，他们越是生气，我越想要挑战一下他们的极限在哪儿。喂，你们应该都是王阳叫来的人吧？一个个头发染得跟非主流似的，还打耳环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像你们这样的，我一只手就能打10个，不信你们可以试试。果然，我话音刚落，这些个娇生惯养的富二代再也忍不住朝我冲了过来，我连躲都懒得躲，啪啪啪几个耳光就扇了回去。除了之前那名跟我说话的蔡叔，此刻每个人脸上都有我的巴掌印，而他们连我的衣服都没碰到一下。你到底是谁？蔡叔阴沉着个脸，死死盯着我。我找了张湿纸巾擦了擦手，缓缓开口：“我是谁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你们快看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。众人闻言纷纷转头，10几辆红色牌照的皮卡浩浩荡荡朝着酒店方向驶来。王阳回过头，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：“你是内阁的人？”
我伸出手指摇了摇头，猜对了一半，但不完全对。这时，憋了一晚上的刘军站了出来。我沈哥是内阁领导的贴身护卫，不属于任何编制。什么？刘军的话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，直接炸穿了整个包厢。沈仲他居然有这样牛逼的身份，那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啊？是啊，我要有他这样牛逼的身份，在全国都能横着走。完了，你要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咱们刚才是不是还帮着王阳骂过他？不仅仅是同学，就连那些过来替王阳出头的富二代，此刻也慌了神。他们每个人都举着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，寻求帮助。作为当事人的王阳就更不用说了，整个人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只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蔡叔稍微还能站稳身子，不过他说话的声音有些略微的颤抖。沈公子，这是个误会。我说话时脸上始终带着笑意。哦，蔡叔觉得是误会，是吧？我话音刚落，他连连点头。对，是误会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我跟这个王阳真不认识。说完，他直接朝着王阳的方向冲了过去。只听见啪啪两声，王阳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嘴角已经开始渗出了鲜血。他一脸懵逼地抬起头。蔡叔，你打我干嘛？蔡叔听到王阳还在叫他的名字，抬腿就是一脚踢了上去。别他妈叫老子，我跟你不熟。持枪的武警进来的那一刻，整个包厢里除了我和王军，所有人都汗流浃背。这时，安静了1个多小时的蒋依依直接跪在我面前，她的眼角还挂着没有干涸的泪水。老公，我错了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侧过身，摇了摇头。你可千万别叫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记得之前我打的那通电话吗？阁老已经答应了我的申请，现在我和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蒋依依听完我的话，身子明显怔了一下。不，老公，我只是一时迷了心窍，其实我心里还是爱你的。我们和好可以吗？你不是想要个小孩吗？我回去就给你生。他一边求我，一边猛猛磕头。晚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从你让我来参加这个同学会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蒋依依，你爱的人从来就不是我，也不是王阳。你爱的是钱，是权力，是那些能让你觉得脸上有光的东西。我的话就像刀子一般刺向他。蒋依依不说话了。王阳被蔡叔踢了几脚之后，也终于清醒了。他学着蒋依依跪在我面前，甚至他还主动扇自己的耳光。沈大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能不能绕过我这一次？好歹我们也是同学一场，我要知道您是内阁的人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造次啊！您不是喜欢蒋依依吗？我把她还给你好不好？我这就把离婚协议书撕了。说着，王阳从怀里掏出之前我和蒋依依签过字的那份离婚协议书，当场撕成2半。我记得在部队的时候，负责训练我的教官曾告诉过我，人的求生欲望是天生的，千万不要因为敌人求饶而心软。我时刻记得这句话。王阳，你撕了也没用，我的档案里已经没有蒋依依了。听完我的话，王阳和蒋依依面如死灰。王阳，都是你的错，就你是非要让我把沈仲叫回来，不然我和他现在还好好的。放屁！你这个小贱人，明明是你先勾搭的老子，你是不是忘了在床上你是怎么一口一口老公的叫我了？姓王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要不是你说喜欢我，我至于跟你在一起吗？这2人当着我的面直接就吵了起来，最后干脆扭打在一块。够了，
吵得我心烦。我明天还有事，你们要吵等进了监狱再吵吧。我话音刚落，王阳和蒋依依两人都惊了。监狱？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监狱？只不过跟你离婚，最多算是出轨，你凭什么把我送去监狱？王阳这时也站出来附和。对呀，虽然我说要找人弄你，可你现在不是好好坐在这的吗？我抿了抿干涸的嘴唇，缓缓开口：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我说的话你们俩是一点也记不住啊？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说了，跟我离婚，你们都会因此坐牢？你们该不会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吧？现在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们背着我做的那些事，足够你们下半辈子都待在里面了。说完，我也不再继续跟他们废话，招呼身后的侍卫把人直接带走。俗话说得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处理完这两人，那些富二代的家属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领着自己儿子挨个跟我鞠躬道歉，态度那叫一个诚恳，脸都差点笑烂了。对于这些人，我只是简单教育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，毕竟人嘛，不犯点错误怎么成长呢？只是希望通过这件事，能让这群所谓的京都富少们改过自新，好好做人。最后，包厢里只剩下一众同学，对于他们，我的心里早就把他们当作普通的路人。我当着他们的面，缓缓举起手中的杯子：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喝完这杯酒，我们将不再是同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